中国人工智能引发了1万亿美元的恐慌。最近 AI 圈的风浪可谓是汹涌波涛 ，DeepSeek 这匹黑马横空出世，直接撬动了西方 AI 领域的霸权地位。从 GPT 问世以来，西方在 AI 领域鲜有敌手，一骑绝尘。很明显 ，AI 作为有可能是下一个起点，西方国家很重视。像微软这样的头部科技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，甚至川普战就职后的第2天就宣布了新机之门计划。由 OpenAI 甲骨文和软银3家巨头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设施中心。不过没过几天，1月27号 DeepSeek 一出来，就让美国的一众 AI 科技股票大跌，市值蒸发了差不多6000亿美元。川普表示 DeepSeek 是美国 AI 领域的一次金钟，还再三强调，如果这是真的话，甚至有人说 DeepSeek就是人工智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。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 DeepSeek 实力确实不同凡响。那么我们就来聊聊 DeepSeek。全称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，其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为梁文峰。DeepSeek 崛起也让很多人泛起了疑虑，一个从 AI 量化基金投资转型到大语言聊天模型，仅仅只用了1年的时间，就跟在这个领域深耕许久的 GPT 不相上下，这让很多猜测和阴谋论不胫而走，说这是真留了 GPT 的数据，才用如此低的成本和时间开发出来功能强大的模型。像这类顶级的 Two-Stick XKX Markets 量化投资公司，用5年都没能做出匹敌 GPT 的模型。虽说量化投资和大语言模型有点相关性，但它们本身分析的数据以及采用的架构是完全就不相同。量化投资 AI 分析的是结构化的数据，像股价、财报、订单等，而大语言模型分析的是非机构化的数据，像文字、代码、图像等。而且大语言模型用的 Transformer 架构不仅能做时间序列预测任务，还有机器翻译、文本生成、视频理解等等，不像量化投资只做时间序列预测任务，两者的难度可以说一个大人和小孩的区别。还有就是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，就让很多人好奇 DeepSeek 是用什么方法训练出这么厉害的通用模型的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梁文峰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，还把 DeepSeek 给开源了，这才是杀手锏，任何人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研究 DeepSeek 模型里面的代码。也正是这个举措，才让美国头部 AI 科技公司股市大跌。人们认为这些公司的市值被错误地估高了，纷纷转卖手里的股票。OpenAI 立马放出了 O3 模型，似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DeepSeek 不仅开源了，而且 API 调用比 GPT 便宜了差不多10倍，这也是中国商人抢占市场的惯用的伎俩呢。物美价廉，谁能不爱呢？还被称为 AI 界的拼多多。当然，字节跳动、腾讯、百度和阿里巴巴等其他中国科技巨头也受到不小冲击，纷纷降低了其 AI 模型的价格。1月29日，阿里巴巴发布了通义千问 Qwen 2.5新版本，声称该模型已超越 DeepSeek V3，应在几乎所有方面领先于 OpenAI 的 GPT-4o 和 Meta 的 Llama 3.1。与此同时，字节跳动也推出了其旗舰 AI 模型的更新，宣称其性能优于微软支持的 OpenAI O1 模型。可以说 AI 领域也被 DeepSeek 卷了起来，普通用户和一些 AI 科技公司当然对此赞不绝口。这就是市场中拥有一个竞争者是多么重要。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不能再肆意的制定价格，产品也必须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，不然的话用户就会流失。那么最后我们就来聊聊通用语言模型用的 Transformer 架构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 Transformer 源自于2017年来自谷歌团队的一篇神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。 那么到底是哪位大神提出了这个东西呢？你
绝对想不到的。它的第一作者竟是印度裔的科学家阿什瓦尼，而且变形金刚就叫 Transformers， 它就像一个能够同时阅读整篇文章并理解上下文关系的超级读者。让我用你每天接触的信息处理场景来比喻解释，为什么需要 transform？ 想象你要翻译一句话，那只猫跳上桌子，它打翻了杯子。这里的它指猫还是桌子？我们人类当然能瞬间判断，但传统 AI 模型如 RNN， 像逐字阅读的人读到后面就像猴子搬玉米，丢掉前面的 transformer， 能像人类一样同时关注整句话的所有部分。一个核心创新自注意力机制，就像读书时用荧光笔标重点， transformer 会给每个词打关联分数。当处理它这个词时，模型快计算它猫、桌子、杯子与情感的关联度，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关联度。从这张图，机器就能很容易判断出它指的是什么。每个词都会生成3把钥匙 key qui value， 通过数学运算确定关系强度，然后给文字加定位，就是位置编码。传统模型像扑克牌洗牌后顺序信息就丢失。Transformer 会给每个词添加位置条形码，类似快递柜的格子编号，即使内容相同位置不同也能区分。最后就是模块化结构加工编码器解码器工厂。编码器扮演着理解的功能。8个专家小组多投注意力，每个小组从不同角度分析句子。小组1分析语法，小组2分析情感，小组3分析指代关系。经过标准化处理，再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。解码器扮演着生成职责，先遮住未来信息，下考试时不能偷看后面的题目一样，结合已生成的内容和编码器的理解，逐步输出。生成每个词时都会重新审视所有已输出内容。实际工作流程，我们以翻译为例，首先输入句子被拆分成词碎片，贴上位置标签。其次，编码器反复处理6次，类似多轮小组讨论，建立深度理解。这解码器像作家边写边查资料，当写第一个词时就参考所有编码信息，写第二个词时既看编码信息又看已经写出的内容。每次写作都经过多层审核。为什么说 Transformer 改变了 AI 领域？传统模型就像流水线工人，而 Transformer 更像团队协作。Transformer 能像论文中的前后论证一样处理500字以上的依赖关系，不仅适合理解任务 Bright， 也适合生成任务 GPT， 简直就是现实中的变形金刚。比如你用的谷歌翻译，每天大约处理1000亿次的双向 Transformer。我们手机输入法用的输入法预测就是小型 Transformer 实时建议后续文字的结果。还有现在很多平台的智能客服就是通过 Transformer 在理解你的问题上下文。这个架构就像给机器装上了全局思维的能力，让它不再局限于逐字处理，而是像人类一样建立整体的语义网络。虽然内部数学运算复杂，设计矩阵、乘法和 softmax 等，但其设计思想本质上是在模拟人类理解语言时的注意力分配机制。自从 GPT 问世以来，各种 AI 模型如雨后春笋相继冒了出来，然后大家在之后的时间里平稳的发展，似无后波澜。作为黑马的 DeepSeek 就像在平静的池塘水面丢下了一块石头，荡起一圈圈涟漪。才知道 AI 领域或许只是表面上的风平浪静，各自都在暗地里默默发展。相信未来的 AI 发展将会更加凶猛快速，加上 GPT 已经能用手机摄像头识别现实中的场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已经到了 AGI 门槛的边缘了。要说 DeepSeek 已经超过 GPT， 只能说为时尚早。